各位同学，大家好这礼拜我们要练习的是板子上的这个七段显示器那之前我们在用744系列 IC 也做了一次七段显示器的实验了那其他原理是差不多了那这边还是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呃这个程式的这个要怎么去学习这个学习重点不在说你完成了那个实验重点其实在于说，那这一次的实验它用了什么样的指令那这个指令还有我们的这个实验板上面的 CPLD 程式呢是给 CPLD 产生 CPLD 的这个硬体的码，那 CPL 跟外部的这个硬体，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七端显示器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一起看你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之间的关系，那才有办法去理解说这个指令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去思考，然后去试试看那才有真正的那个效果不然的话你在期末考的时候，你其实就很难去回答期末考的这些问题那最后呢，这个重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从简单变到复杂所以你不要一次写很复杂的东西你一定要从简单，然后在这个完成了之后再做第二个所以这礼拜的实验也是一样分3次三个从简单的实验到慢慢变一个复杂那它的指令其实并没有很多，重点在说你要如何把这些指令交互这个整合起来，变成是一个完成一件事情那网络上其实你可以搜寻到非常非常多的资源，一些范例那这边是一些简单，然后我觉得还不错，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比方说这个呢是那个 decoder，那这个大概是 decoder 的一个方块图那 decoder 呢它是一个3个 input，然后呢8个 output的一个方块那如果是我们课本的话我们课本在第4章有讲到这个 decoder 它的功能3个 input，然后呢有这个8个 output基本上就是3个 input， 它总共会有2的3次方所以有8种组合从000到这个111那 decoder 指的是来说，我把这种8种组合分别叫做 D0 跟 D7好了那 decoder 就是说这个被选到的你可以想这个 XYZ 好像就是一个选择的 input， 被选到的人它就会变成那个用1来表示，没有被选到就会是0比方说我 XYZ 输入是000那这个对应的号码是0嘛，所以就是 D0 这个会是1，其他的就会是0 OK 那这个就是 decoder 的功能就是像这个777不111就是7嘛，所以是 D7 这个是1，可是其他都会是0当然 decoder 是以这个例子来讲，它是用1来表示，你也可以把它反向用0来表示，然后其他的就会是1这个假如被选到的是 D0 的话，这个是用0来表示，其他就会是1就是它到底是 high 是 active 还是 low 是 active这是有两种好，那我们回来看它的这个人家写的这个范例这个就是增值表，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它的增值表第一种的做法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增值表，那就是像这一页这一页我就把 output 这个它叫 out one out one 的0到7它的不同的组合把它写出来就直接用 assign 去做，这是第一种的写法。再来呢，你也可以用这个 case这 case 上礼拜我们已经练习过这个 E 呢是一个3个 bit，out two 呢就是输出
那这个3个 bit 有8种组合，所以它就把所有的 case 000到11这 case 写在这里啊，然后这个是它的输出嘛。如果是这个条件是000，它输出应该就会是那个00001啊。那这个的次序你看起来好像跟这个不太一样啊，那这是因为这个零的所在啊，就是编号怎么编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号呢，out2 呢它是7到0，所以它左边是第7个，所以这个是 D7啊，这个才是 D0啊。好，这是所以因为000嘛，所以应该是这个是1啊。啊，所以你在看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啊，它有可能是这个是从这样数过来，还是从这个右边数过去啊？从左数还是从右数啊？你要分辨出来啊，分辨清楚。好，那这是使用 case。好，那下一页呢？它只是说啊，你这个是可以3个 bit，这个页呢代表它是一个3个 bit，那你也可以是 A B C 或者是 X Y Z 也可以啊，你的写法可以是这样啊 ，A 或 B 或 C 这样，这是 always 触发的条件。OK， 那我不晓得这边穿插了一个 shift operator 啊，shift operator 啊，所以还是两个那个这个小于的符号就变成是 shift 啊，这有用到再来看啊。好，那这个是一个 partial， 它就是 partially defined 啊，就是说有部分用到，有部分没有用到哦，叫 partially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些不见了啊，000、001，哎，那个010不见了啊，010不见了啊，所以它只有1、2、3、4个 case 被用到。那这边呢没有用到就是什么？没有标示的，就是 default 啊，所以 default 就会是啊，这个是 high impedance 就是 tri-state 啊，就是 X。啊，那这时候它就多了一个 output，叫做invalid。invalid 指的是说啊，就是你给的 input 是不对的啊，因为它只有四种嘛，所以它就变成是用 invalid 来表示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程式只是说，如果是以上皆非，就是1、2，这有4种可能性嘛，以上皆非就会跑到 default。好，那这时候我就有2个指令，2个动作要做啊，因为有2个动作，所以呢，这个需要一个 begin end 啊，这边有一个 begin end，OK，啊，那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就是把我的输出全部设成0啊，000这8个都是0，然后呢，可是我的 invalid 就会是1啊，好，invalid 就是1，好，那正常来讲 invalid 会是0，好像这样 invalid 会是0。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正常来讲 invalid 会输出会是0，然后呢，如果是这个情况 default 就如果跑到这里来 case 跑到这里来，它就会强制的把 invalid 设成1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一种的这个写法。好，再来就是假设我要加上一个 enable 的这个 pin enable 是说这个看它是 high 还是 low， 就是以这个例子来看，它就是一个 low active 如果OK 不讲错，这是一个 high active 就是 enable 是 high 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decoder。那如果是 low 呢，它全部都是 low 如果输出是 low，那 enable 是 low， 所有的输出都会是 low 所以呢，如果假设我们要多出了这个功能，那该怎么做就是像这样基本上它还是用 case， 可是呢，你看这个 case 在框框，对不对？ case 的外面多了一个什么 if case 这个外面多一个 if 还有 else 所以如果呢 enable 是1的时候，这个 case 才会去执行这才有用，否则的话它就会跑到这里它的输出呢就会全部都是0全部都是0所以这个就是把 case 跟 if 2个什么合起来处理这样
啊。在下一页这是另外一个写法啊，就是这个时这就没有 else， 有没有？这是 if 啊。那其实它 else 是在这里啊，就是说我就是先写一个类似一个初始值啊，就是正常我就希望我的 output 是不是正常，就是我先把它写好，如果下面不执行的时候啊，它就会输出这个啊。那如果执行的话，它就会依照我想要做的事情在 case 里面啊，所以这样合起来，它的效果其实是跟前一页的这个啊 if else 是一样的啊，跟这两个是一样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让你知道说它的写法不会只有一种。好，那我们回去看啊，比方说这是一个 Mux 的啊，这是一个 multiplexer。好，这是一个 multiplexer 的例子啊。那 multiplexer 呢它是左边呢是多个输入，右边就是那个一个输出了。像以这个例子来讲，这个叫做4:1的一个这个 mux 啊，这不是呃 OK，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红绿灯，就是我有4个讯号，可是呢，事实上我一次呢只可以让一个讯号从左边到右边去。选择谁过去呢？就是透过这个 select 啊。那因为它有4个嘛，所以我的 select 需要有2个啊，2个讯号0跟1啊，这样它就可以产生4种组合啊。那意思是说啊，我从这边来决定，用 select 来决定说，现在啊是从这里 D0会接过去 Q 了，还是 D1 接过去 Q？啊，一次只会有一个把它接过来，这好像有一条线路把它接过去这样。啊，那这个功能呢，就是叫 multiplexer。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式码，其实就这样。啊，如果是要之前用 get level 来做哦，那你就需要有几个逻辑闸。那在 Verilog 里面，它程式码其实就一行啊，程式码就一行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它有 select D 跟 Q 嘛哈，然后呢 select 呢是刚刚讲哈，它有4个 input， 所以它需要2个 bit 0跟1，D 呢是4个 input， 啊，所以是 D0到 D3啊，这个有4个 ，OK， 那这个输出只会有一个叫 Q 啊，它的程式码其实只有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 assign 啊，这个 Q 等于 D 多少，那到底是 D 多少，就是由 select 来决定，好 ，select 来决定。啊，你这个你可能一时很难去体会，没有关系，你可以把它写的比较复杂一点啊，它是中间是做一些模拟的哈，我们先把它跳过去啊。刚刚是那个 assign 啊，那这个是用 always 的写法啊，其实也是一行啊。那这一行的指令啊，基本上就会是下面这个啊，这个应该就比较容易看得懂啊。假设成立，就是你的 select 等于0的时候，我的 Q 啊就会是 D0，然后我的 select 是1的时候，我的 D 呢就会是 D1，这样 select 等于2的时候 ，Q 呢就会是 D2， 然后 select 等于3的时候 ，Q 就等于 D3。好，那因为 select 呢，它是一个2个 bit， 啊，所以呢，它其实是可以直接，你就可以直接用0、1、2、3来判断哦，它有没有相等，啊，它直接会去帮你做转换，然后去比较这2个是不是一样，啊，所以这一段应该就比较容易看得懂。好，那事实上这样的写法就会等于上面的这样一行，好，这样一行的写法。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需要看别人的程式，哦，你要看别人程式，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动作就是这样写就好了。好，下来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我可以用 case，
刚刚的那个几个 if 的判断式这样写，跟那个 case 的写法其实是一样，跟这个 case 的写法是一样。那你也可以用这个问号这个其实是就 if， 然后 else， 很多 else 假设这个不成立，就会判断下一个，这个成立就判断下一个，这不成立就判断下一个。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写其实也是可以的OK， 那这个就是比较像是真值表的写法那这个是所谓的 get label 的写法你要逻辑闸是这样，那你就用逻辑闸的方式把它写出来。OK， 好，所以网络上你可以搜寻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去研究如果有问题再来跟老师讨论好，再来呢，我们就来看七段显示器那所谓七段显示器代表它是有7个 LED， 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硬体的装置了那他们会有一个编号这个7个 LED 呢，他们会有编号像这个 LED 这个叫 A 然后 B 在这里 A B C D E F G 所以它会有每一个 LED 有一个编号。然后呢，这是它的角这个它的角，那它这个角也是就是对应到了负责点亮哪一个 LED 那它会有2种形式就是因为这些 LED 每一个都有2个就是没有都有2个角，对不对？所以274，如果你要加上这个小点那就有8个 LED。这个小点也是一个 LED 小数点那2816，所以你会有16只角，那这个角就太多太烦了所以呢，我们就习惯把其中一边绑起来所以如果你把上面这边绑起来，这个叫做供阳极，下面这个绑起来就是叫供阴极那我们就要先知道说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的7段显示器。那这个实验板上面使用的就是叫所谓的供阳极，所以它属于左边的这个形式属于这个左边这个形式。那它是有2组，每一组呢都4颗这样4颗那我们稍微来讲解一下这边呢 A B C D E F G 第一批就是小数点，所以这边有8个讯号，这个8个讯号呢就是这里8个讯号是这里。那上面这个呢，上面这个是下面这里反过来是在下面这里，因为它有4颗嘛，所以呢 D1 呢D1 呢是这一组的， D2 呢就是这一个7段显示器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这个是第一颗的这个地方就是 D1 所以我们这边要给它一个这个高的电压3.3伏给它这边给 low， 那这一颗的 A 就会亮这样。那这边呢，我们又看到这个 D1 往上跑，它会接到哪一个？接到一个，这个叫 BJT 这个叫2年级的时候电子学就会教到在这边呢那个 BJT 把它当作是一个开关，这个是一个开关，那这个开关是谁来控制？就是这个这个 DIG7 这个讯号来控制所以你要记得 DIG7 0到基本上是0到7了0到7，它是用来控制 BJT， 然后呢，这个 BJT 当做是一个开关来控制 3.3 伏呢有没有到这里来3.3 有没有到这里来？你要这边有 3.3 伏，这一颗才有动作如果这个这个开关被关掉，没有 3.3 伏，那这个就没有反应所以这个就是它硬体上的原理是怎么样。
好，那这个是电晶体的符号它有2个类型，一个叫做 NPN， 一个叫 PNP。那你怎么判断就是这个箭头？这个箭头向外它就是一个 NPN 的这个电晶体，这个箭头如果是朝内的这个它就是一个 PNP。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图，这个是朝内，不是向外的，箭头不是向内，这箭头是跑到圆心嘛，所以这就是一个 PNP。好，那 PNP 的它的开关呢，就是说我的 VC 的这个B 要那个小于1我看 B 等于1这个2个定位B 跟1的定位，如果 B 跟1是一样的话，等于就是一样的话，那它这这个开关是不动作，这个开关是不动作，所以我要让它动作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让 B 变成是 low，B 是 low， 就是刚刚这里，这个是接 3.3 嘛，那这个地方你如果给它 high， 那这个就不导通你给它 low 它就会导通。就是 DIG 这个讯号变成是 low 的时候，它就会导通。所以这个是最后的remark 是这样，你要让它打开，就是给它一个 low 的讯号，它就打开。好，最后呢，我们就会把刚刚的原理弄成一个那个逻辑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要控制这个7段显示器，它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是说，我知道它有 ABCDEFG 这个讯号，然后呢，谁来控制它？SEG0 在电路上 ，SEG0 就是控制 A 了，SEG1 呢就是控制 B SEG2 就会控制 C 这样子。那它有一个 enable 就是在决定说这一个7段显示器会不会亮。这个呢就是由 DIG 0或者70到7这个来控制。OK， 所以你要让某一颗亮，就是你要把这些讯号处理好，那它就会亮。好，那这到底怎么接，你就要去看它的电路图。那这边老师有帮你整理好。帮你整理好它的接法，所以 A 呢就会接到 REG0，其实它按照这个次序了，ABCEFG，就会到0到6，7呢就会是那个 DP 就会是小数点，所以这个是资料的部分，再来呢是那个 DIG0 来决定是哪一颗了，哪一颗。那你就要再去找一下我们这个讯号呢接到哪里去比方说 SEG0， 你看一下 SEG0 是接到76，所以在这里 SEG 对 SEG0 有没有接到76？SEG0 接到76，所以老师也稍微帮你整理好SEG 0到7分别的拼角 ，DIG 0到7分别的拼角。这个呢，我们在 pin planner 的地方，你这个要设定对，它才会有反应所以你 pin planning，不管你自己产生 project， 或者是用既有的 project，你都可以再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设定对不对？不对的话，它跑出来一定是跑不出来的。再来我们要实际写程式码的时候，做练习的时候你最重要是你要循序渐进。我们今天是7段显示器，而且这有8颗7段显示器。好，那你要怎么去练习它？你就当然是想一颗一颗知道说我要怎么去控制它
好，那刚刚老师讲了原理，再来就是，原理我了解了，然后呢，依照这个原理来做实验。啊，那什么叫做实验啊？比方说，我想要显示零，啊，我想要显示零，那依照刚刚讲的，啊，依照我们刚刚讲的，显示零是什么？就是这个7个 LED，这个外圈这个要亮嘛，G 不能亮，啊，G 不能亮，啊，G 不能亮，所以 G 在哪里 ？G 是这个不亮，所以 REG6不亮。那小数点我也不想让它亮，是 REG7也不亮，啊，REG6、7不要亮，其他的都要亮，啊，其他的都要亮。然后呢，什么叫亮跟不亮？怎样让它亮？0是不亮的，好，1才是亮，啊，为什么？啊，这个要回去这个电路图，啊，因为它是一个供氧极，所以我这边这个假设这个地方有 high， 这边我要给它 low， 哦 ，A 这边给它 low，A 才会亮，啊，所以亮什么叫亮？你要 low 才是亮 ，OK， 好，所以你要输出的其实是什么？就是那个还有它的次序啊，SEG 我的次序左边是那个第7个啊，所以它是765321，所以76要1嘛，这不亮，0就会是亮。OK， 所以我要输出的7就是11000000，这个是2进位。啊，你如果把它换算成16进位，其实它这个就是 C0， 这个就是 C 了，那这个就会是0。啊，那C0是比较好写了啊。你把它写成这个2进位的写法也是可以啊。好，那最简单的例子就会像这样子。好，我如果需要用2样东西，一个是 SEG 嘛，一个是 DIG 啊，那这个是7到0，它都是8根讯号。好，那我就把 DIG 设定成这样子，0111啊，有0的话也是表示它被选到了啊。然后呢 ，SEG 是那个C0啊，C0就代表显示0。好，那这个就是2进位的写法，8一撇 V 啊，这是2进位，8一撇 H 呢 ，H 就是16进位啊的写法。好，那程式我已经稍微先打好了 ，OK， 好，这里，啊，这个是刚刚讲到的程式嘛，好，你把它编译完之后呢，下载，你应该就可以看到像这个样子。啊，所以是这一颗，啊，这一颗亮，啊，那假设说我想要变成是1好了，啊，那就简单改一下，啊，假设我要，我要看要改成什么样，啊，假设我要1、2、3的1，所以是 B 跟 C 要亮，啊，那 B 跟 C 呢就是1跟2，啊，那我就把1、2保留，其他的设成1，啊，所以那个好，那我把它直接写2进位好了，啊，这样我就不用换算，啊，那个11，好，这样子。另外呢，我再改一个，啊，比方说亮2颗，那我就把这个变0，只要0的地方，它就那一颗它会跟着亮，啊。好，编译完呢，我们就下载。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它的结果呢？显示的变成是1，然后呢这次变成显示2颗啊，因为我程式码把它修改，所以呢它可以一次显示2颗啊，因为最边边这2颗呢我都设成0，所以这2颗呢都会有反应。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自己要做的练习。好，那还是在你的实验报告上啊，刚刚老师讲的啊，气量显示器怎么控制？好 ，SEG 那个什么 DIG 啊，为什么啊？请你就再把它写清楚啊，就把它写到你的报告里面去了啊。那你在写的同时，你就会让你去思考啊，所以其实是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好，那把刚刚那个东西啊做个整理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显示0的话，就是 C0 嘛，然后显示1的话，其实就是 F9，啊，显示这个是16进位啦，啊，显示16进位，啊，然后你要显示 F，啊，你也可以显示到 F 啊，显示 F 就是81啊，啊，它就会跑一个 F 出来。好，第二个练习呢，就请大家加入了什么按键啊？加入了按键啊。然后呢，之前我们在前一个实验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有一个 LED 的 driver 吗？啊 ，LED 的 driver 啊，那 LED 的 driver 是在我看一下是在哪一个实验了？等一下找一下。好 ，LED 的 driver 应该是在这个实验。好，这个 driver 呢叫4511啊，啊，我们就是模拟4511，啊，它这个来驱动7段显示器嘛，啊，然后呢，它是不是有个4个 input， 啊，这就是按键啊，然后它有一个控制片，啊，这个叫 lamp test， 啊 ，lamp test 是一个控制片，好，这个意思是说啊，如果我输入的这个，它在哪里？这个，啊，我输入了000，我要显示的就会是0。好，输入了1000，显示 LED 上七段显示器上要显示8。好，这个作用是这样。好，那所以呢，你要做的功能表应该是像这样。好，那你自己要说明一下，你打算用第几个7段显示器来做实验。啊，这还没有叫你要切换呢，你就固定用1个就好了。啊，可是这是你的功能表。啊，这是你的这个按键，哦，4个按键。这意思说啊，0就是代表那个按键被按下去，所以呢，4个全按，我应该看到是0。哦，这样应该清楚吧？4个全按，啊，那你压下去的时候呢，你读到会是0，啊，那4个呢，没有4个全放开了，啊，好，那 key one 呢是做 lamp test， 好，所以 key one 如果被压的时候呢，它一定显示8，这样，啊，一定要显示8。好，那我没有讲，那除此之外呢就不显示了。啊，除此之外就是不在这上面的 case， 好，不在这上面 case， 那我们就不要显示。那不要显示，你可以用那个 case 上面它不是有个 default， 啊，你用 default 来做。
那以逻辑上的方块图来看，大概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最右边是你的 target， 它是一个7段显示器，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控制它？你要修改这两个暂存器，那个这个 SEG 这个啊，你要记得把它宣告成那个暂存器的那个形态。好，还有 DIG 啊 ，DIG 是控制是哪一颗了？好，控制是哪一颗？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练习的程式的部分。好，我们有3个那个输入的 port SEG、DIG 跟 key 啊。那 SEG 呢是去控制显示的那个灯号啊。那因为等一下我们在 always 会用到，所以我会把它宣告成是 REG 啊，它是一个暂存器了啊。那它是有8个7到0，所以有8个。DIG 是选择哪一颗啊？所以它也是8个，就是7冒号0，然后7到0。key 呢是按键，然后它有6个按键，所以是6冒号1啊。好，那选择哪一颗很简单啊，就是第几个 bit 是0，就代表是选的那一颗啊。再 assign 到这个 DIG 啊，这个输出 port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左边第2颗嘛，所以等一下看到应该是左边第2颗会是0，那会亮。最主要是 always 这里啊。刚刚我们在前面呢有提到那个 decoder 的程式码，对不对？它加了一个 enable 啊，那它用的是 if else 跟这个 case 做结合，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写法应用到今天的第2个范例里面来。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投影片啊，投影片啊是这个。除了显示依照 key 3到 key 6的按键去显示那个0到其实是它可以显示到0到 F 啦，16进位的0到 F 之外呢，我们有要求说我们要做一个那个 lamp test 啊，那我把它设定是 key 1，所以 key 1呢，如果是按那个压下去，压下去的时候我们读到会是0，所以如果 key 1是0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显示8了，好，显示8，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设定成我就显示8点，好，它右下角有一个小数点嘛，所以你可以显示8点，啊，这样就让全部的都会亮。目前我是就显示8了，好，所以第一个功能就是 key 1是0的时候要显示8，啊，所以这个区分我们就可以用 if else，这个 key 1是等于1的时候是正常的状态。然后呢 ，key 1是 else 呢，就是 key 1非1嘛，就是0的时候呢，我就显示这个80啊，80其实就是输出的时候呢，它就会显示8啊，数字8。好，那正常状态我们就可以用 case 来区分，说依照我的输入去指定 SEG 要输出什么样的讯号。那这个资料呢，在投影片刚刚那边有，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提到这边来。好，那这边有一个比较值得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 key 呢，它是不是6个讯号？可是呢，我的输入只要4个，我的输入就是我指定就是3、4、5、6嘛，我用这个是我的输入的2进位的资料，然后来显示对应的数值，显示在7段显示器上面，所以是让我只用到3、4、5、6，好，那可是 key 呢是六个讯号，对不对？你可以挑其中几个，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写 key， 然后呢中括号6冒号3，这代表说我只挑其中4个，就是6、5、4、3这4个，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提到的是说你可以挑其中几个，但是注意这个次序很重要，
次序就是说像我这边写是6冒号1嘛，所以就是65432我在这个挑选的时候，你也必须是由大到小你不能写3冒号6，这样可以看如果是3冒号6假设我把它改成这样这时候你去编译它就会是错的。这边就跟你讲说 ，part select direction is opposite from prefix index direction。这意思就是说，我在选择部分选择的时候，我这个由小到大或者由大到小这个次序3到6嘛，所以这是小到大。可是呢，我这边定义的时候是大到小，6到1这两个是颠倒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到反正这个你只要看到这个 bus 的写法这个次序呢，你就要特别注意它。好，那这个程式我已经下载下去，所以我们看一下结果。好，那结果呢是现在没有按，对不对？所以没有按呢，这个按键呢，它读到就会是 high， 所以这个6按键都是 high。那 high 的时候呢，对照就是4个都是1嘛，1111，那11116进位就会是 F， 所以它现在秀的就是 F。好，那我们先测试第一个就是 lamp test 是 S1， 所以这个是 S1， 对，我把它压一下，所以 S1 我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就是8个，不是，那个显示的是8啦，因为它就是检查，可是我右下角那个灯点小数点我是没有让它亮。好，这个是第一个功能 ，lamp test 应该是正确的。好，再来呢，我们要去检查其他的，比方说，举例来讲，我要怎么让它那个显示数字1？这个数字1呢是3、4、5，是0就是压下去嘛，3、4、5压下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4、5压下去，这个是3，然后4、5。3、4、5压下去，结果呢，我看到的是8。可是呢，我预期的，我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这个。我想要的其实是要是1怎么跑到8去了？我想要是1那跑到8，有没有？它刚好是颠倒，用00011000就是这个次序是不对的所以我原来这样写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修改一下。我必须把这个次序换一下，就是1冒号6让它从小到大。然后我的 case 这里也把它改成从小到大3冒号6。OK， 这样子应该就会是正确的。好，再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再看一下，那个6不要按，6现在是 S6 没有按，3、4、5按了，这时候呢，它显示就是1嘛，1就是正常了。好，那我们再挑一个，比方说我显示，你要显示7好了，7的话就是 key 3按下去，所以 key 3按下去，所以 key 3在这里，按下去是7嘛，所以这样看来是对的。好，那比方说我要显示 A 的话是10，好，10的话是46，好，这个就是它 A 的样子。那11呢就会是这样子，这个就是11，这是小写的 B 所以 A 是大写的啦 ，B 是小写的因为 B 不能大写，B 大写就好像是8了，就分不出来。那 F 也是大写。好，这样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第2个练习就是来制作一个那个7段显示器的 driver 而且它有这个 lamp test 的功能。
最后呢，总结一下这礼拜的这个学习的重点啊。刚开始我跟大家再讲一下一些指令，这指令当然不是全部了，可是呢，希望大家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你如何去把这些指令合起来它才是一个关键就是说我想要有这个功能，那可以怎么写不管是 decoder 的那个程式码跟 mux、multiplexer 的程式码它不是只有一种写法它可能有很多种的写法。那里面有很多细节这一行或这2-3行合起来，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动作你要就是透过练习的方式是透过练习的方式，然后来观察所以你要知道程式码是什么，然后呢，它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可以观察它。那这个是接下来这几个礼拜你在学习上需要特别注意到。那你碰到有程式码不是很理解，或者说为什么这个要放在这里或者说你在编译上有不成功没有办法编译过去，会有那个的时候呢，反正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是跟老师这个讨论了这个因为是一个实作的学习，所以你就是一定是有错误，然后去修正，有错误修正，一直重复做这样的事情才会有学到东西如果你只是去看同学他的写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你把它这个照抄一遍，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其实你学不到东西的，你还是不会写或者你只是问老师，然后等老师跟你讲，然后你就是把它完成，那只是完成这个练习，那也没有任何的学习的效果所以呢，在实验报告里面呢，请你还是说明一下这礼拜的主轴是7段显示器嘛，对不对？它7段显示器的原理是什么然后你程式如何去控制它那刚刚的练习1、2，老师做过一次给大家看所以你希望你自己做一遍那看看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那接下来的3跟4呢，就是你必须把3跟4的结果上传，然后也把它写到你的报告里面去那3、4我们要做的是这样3呢就是这个我们有6个按键嘛，所以 S1 被压下这个没有人按的时候呢，7段显示器都是不显示，都是暗的那如果呢我按了第一颗S1 被按的话，我就是显示1，在第一颗的7段显示器显示1然后 S2 被按的话就是第2颗那你自己把它说明说我哪里是第一颗，哪里是第2颗你要从左边开始也可以，从右边开始都可以以此类推好，那我们只看一次按一颗就好了，好不好你不要先不要做说一次两颗的 case 的就是一次一颗，一次按一颗，然后可以显示正常这样就 OK 的了那第四个呢，就是你想想看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做到这个功能也就是说用7段显示器我们来表示有几个按键被按到所以如果没有按键被按，我应该显示是0，一个按键被按呢就显示是1那6个一起被按呢就显示6，这样子所以这2个练习呢让大家去尝试去做做看有什么问题呢再来跟老师讨论。